几点了？我上班要迟到了，爸，你快送我去！哎呀，闺女，迟到就迟到了，咱家几十栋楼，你去上班啊，还不如帮老爸来收租呢。我这是为自己的人生奋斗，快点儿！奋斗？哎，你们公司租的可是咱们家的楼啊，你们老板呢还是给你打工的呢。哎呀，快点儿！好，走。是不是他？看到没？就是他！没想到他居然能做出这种事情，真恶心！没想到这宗千宁居然是出来卖的。是啊，他不会得了什么脏病传染给我们的。对了，楚商，你不是千宁的男朋友吗？他这瞒着你出去卖，你这头上得被戴多少顶绿帽子啊！你们围在这儿干什么呢？邹千宁，你这个贱人！你为什么平白无故打我？平白无故？这是上次生日的时候你送我的礼物，我一直以为是你辛辛苦苦攒的，没想到是你用脏钱买的，真恶心！我们分手吧。什么脏钱？你跟我说清楚。千宁啊，身为你最好的闺蜜，我得劝你几句。女孩子啊，得洁身自好，有些钱呢，看着来得快，万一得了病啊，后悔可就来不及了。什么得病啊？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？哟，还装了，装的真像啊！要不是思琪，我们现在还被你瞒着呢。思琪，你跟他们说什么了？别装了，你的身份啊都被我给拆穿了。你说这个呀？这个怎么了吗？很丢人吗？我还以为你们会羡慕我呢。你开什么玩笑？羡慕你？你不要脸，我们还要脸呢。千宁，明明是你自己出去卖，怎么不以为耻，反而骄傲起来了？你说我出去卖？你们觉得我这是在卖？上班时间都聚在这干什么？都不想干了是吧？是赵总来了。赵总，我举报邹千宁，他私底下搞肉体交易，败坏公司声誉。什么？薛思琪，你有病吧？拿着一张照片到处说我卖。你还狡辩？老板，他送我10几万的礼物，这钱是从哪来的？不是卖，还有别的可能吗？好啊，宗千宁，你居然这样败坏公司的名声，现在给我滚蛋！不要在这干了！千宁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会被开除，我们是最好的闺蜜，我只是希望你不要一错再错了。你别假惺惺了，弄成今天这样都是你造成的。思琪，你没事吧？宗千宁，思琪都是为你好，你怎么这么狼心狗肺啊？我狼心狗肺？哼，这工作我不干了，我摊牌了。我去是收租的，我爸是全市首富华光集团的董事长。我爸是全市首富华光集团的董事长。你开什么玩笑？你爸是全市首富啊！就是啊，你爸要是全市首富，你还能来我这小公司上班？你这种出去卖的，怕是人家首富当爸爸，人家都嫌你脏。你们不信是吧？看到这个 LU 的限量版吗？还有这个江诗周顿的正品，还有我这个包，可以证明我的身份了吧？行了，邹千宁，真正的豪门千金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东西来证明自己的身份。你看，我平时装过吗？哇，这不是法拉利的钥匙吗？思琪，我知道你有钱，没想到你这么有钱呀！看来思琪才是真正的豪门千金。他连住的地方都是租的我家的，什么时候买得起豪车了？哎呀，没想到我们公司还藏了一位豪门千金呢。思琪，能不能冒昧问一句，
你家是做什么的？我一个月工资连个车标都买不起，你们这群有钱人凭什么开豪车？待会儿我就要看看你们被扎了之后还要感谢我的蠢样子。谁这么没素质，大半夜放着钉子？阿姨，阿姨，你没事吗？来，慢点。阿姨，要不我送你上医院吧？谢谢你啊，姑娘，你人真好啊！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一定好好谢谢你。我叫薛思琪，在启创公司上班。启创公司，千宁不就是在那里上班吗？女儿在公司能有思琪这么善良的同事，真是太好了。思琪啊，现在像你这么善良的女孩真的很难得。阿姨想认你做干女儿，你看怎么样？这辆车啊，是我干妈送给我的，她平时动动手指就能赚几个亿呢。动动手指啊，都能赚几个亿呢！哇，几个亿！哇，思琪，没想到你人不仅漂亮又善良，而且还是那种最顶级的千金大小姐，不像某些人啊，简直是云泥之别。思琪啊，你干妈近日有无空闲，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下？小意思，今天正好我生日，我干妈呀把她的别墅借给我开生日宴会了，而且她今天也会亲自参加呢。太好了，思琪，你干妈对你也太好了吧！哇，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干妈。看见没？你不要以为靠着卖身挣了几个脏钱，然后再弄了一身的奢侈品，就能冒充豪门千金了。真正的千金长什么样子，大家呀心里都清楚。你不就是认了个有钱的干妈吗？你干妈有钱又不是你有钱，你别以为你真的是豪门千金，该认清现实的人是你。哼，什么叫有钱的干妈？思琪在我们眼中，她就是千金大小姐。对呀，我看你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呢。左千宁，我看该认清现实的人是你吧？看清楚吧，法拉利，我干妈送给我的，就这一辆车，你出去卖1000次都买不起吧？思琪，你还跟他废话什么？我还没坐过豪车呢，我能不能坐你的法拉利去参加你的生日宴会呀？当然可以。还有谁想要报名啊？我。可惜啊，我这辆车呢可坐不下这么多人啊。没关系的，我开车带其他人去就好了。可这里还剩下一个人呢，你们有谁想要带他去吗？谁敢带她呀？可别有什么脏病要传染给我们。就是啊，千宁，你看这都没人愿意带你，要不你自己打车去吧。你别自以为是了，我可没说要去参加你的生日会。行了，别嘴硬了，地址我已经发给你了，待会儿就让你看一看什么叫做真正的豪门千金。走吧。哎，这不是我家新买的那个别墅吗？思琪，这豪车就是不一样，我坐在上面都快飞起来了，还有那真皮座也太舒服了。思琪，我还没有坐过豪车，你什么时候也让我坐一下试试？放心吧，大家呀都有机会坐的。哎，对了，左千宁呢？怎么还没到啊？那骑自行车来了。没错，这就是我家的别墅。
哟，宗千娘，你不说你是首富的女儿吗？怎么骑个破共享单车就来了？你的豪车呢？谁说首富的女儿就一定要开豪车？我就喜欢骑共享单车，怎么了？骑个破单车还给你骑出优越感了是吧？行了，宗千妮，别装了，谁家豪门千金出行是骑共享单车的呀？看见没？这个才是富家千金出门该坐的座驾。这不是我家的车吗？什么你的车？这车明明是司机他干妈送他的。宗千娘，你撒谎好歹也带点脑子好吧？这种一听就能戳破的谎话，谁信呢？就是，你知道这车什么价格吗？你就算卖1000次也买不起。等等，你待会儿还不会该要说我干妈就是你亲妈吧？你干妈是不是我亲妈我不知道，但是这辆车确实是我家的，我可以证明。那你想怎么证明啊？这辆车平时是我妈开，虽然我没有钥匙，但是有声纹，我可以用语音打开。语音打开？思琪，千宁她这么笃定，不会是真的吧？你干妈不会真的是千宁的母亲吧？怎么可能？她一个出去卖的，我干妈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女儿呢？是不是真的？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小博，智能助手小博为您服务，主人请吩咐。真的有语音助手？他说的不会是真的吧？打开车门。小博，打开车门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没反应呢？什么怎么回事？这车不是你的，你当然打不开了。宋千娘，你该不会是出去卖的时候见到金主爸爸这样开车门，真以为自己也行了吧？这真的是我家的车。行了，是真是假，大家心里清楚。你这么装有意思吗？大家都累了吧？现在我要带你们去别墅里休息。等一下，这个别墅也是我家的，我有密码。曾千娘，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是吧？刚刚说豪车是你的也就算了，现在还说别墅是你家的。哎呦，思琪，你别搭理他了，咱们直接进去就好了。哎，千宁好歹是我们的同事，既然他想输密码的话，那就让他输吧。反正待会儿要是开不了门的话，丢脸的又不是我们。思琪说的对，等会儿啊，某些人的脸该丢光了。行，那你们看好了，看一会儿丢人现眼的是谁。现在能证明别墅是我家的了吧？密码错误。左千宁，你是要笑死我吗？看你刚刚的样子那么笃定，还真信了这别墅是你家的。邹千娘，你不是说这别墅是你们家吗？这门怎么打不开啊？可能是他卖的时候来过别墅，就当成自己家了吧。密码错误。密码也没错呀。密码错误。密码错误。肯定是这个密码锁坏了。这根本就不是你家，你当然打不开了。现在我就告诉你，这个别墅真正的主人是谁。请进。认清现实吧，我才是真正的豪门千金，而你只是一个出去卖下贱女人而已。哇，思琪，你家的别墅可真大呀！这装修也太豪华了吧！这别墅至少也得上亿元。思琪，没想到你干妈居然这么有钱呢。那是，我干妈名下可是有好几家公司呢。左千年，你怎么还有脸进来？你该不会还要继续说这别墅是你家的吧？这里本来就是我家，肯定是改了密码没有告诉我而已。宋千娘，这么蹩脚的理由你也能想得出来？你该不会是得了什么脏病把脑子给烧坏了吧？就是，车和大门都打不开，还有脸说这别墅也是你家的？
你们不相信我是吧？好，这栋别墅的管家叫陈叔，在我们家干了30多年，我现在就叫他出来证明我的身份。左千年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可是我的生日宴会现场，你不要把它给弄乱了。没什么，只是叫一下管家，让他出来证实一下我的身份，让你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豪门千金。恭迎大小姐回家。恭迎大小姐回家。恭迎大小姐回家。现在你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豪门千金了吧？他们怎么叫宗千宁大小姐？难不成她真是豪门千金？宗千宁真的是豪门千金啊！心里说少，都错过了什么啊？可是思琪不是说她是卖的吗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思琪，我可是为了你把宗千宁都给开除了，她现在怎么成千金大小姐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难不成我干妈真的是宗千宁的亲妈？薛思琪，我的好闺蜜，造我的谣，说我出去卖，说得开心吗？千年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这也都是为了你好啊！我也不知道我干妈就是你的亲妈呀！别假惺惺了，觉得恶心。管家，把他们给我轰出去！你是谁呀？怎么跟我们大小姐说话呢？恭迎大小姐回家。哼，我就说嘛，她一个出去卖的，怎么就成大小姐了？原来呀，都是装的。哼，装的倒还挺像啊，我都差点被你给骗了。现在看来，思琪才是真正的豪门千金，而她宗千宁就是个出去卖的贱货。这栋别墅的管家不是陈叔吗？陈叔呢？陈管家今天生病了，老夫人派我负责薛小姐的生日宴。哎，你是谁呀？你怎么知道陈管家？怎么知道的？他呀，就是一个出去卖的。阿陈呐，跟陈管家还有一腿呢。陈管家，这陈管家都60了，你也下得了嘴呀？大小姐，像他这种不道德的人，我现在把他给撵出去，免得脏了你的生意。不用了，先下去吧。是，大小姐。左千年，你刚才骗我们骗的挺爽的，现在是不是该算账了？干嘛？我干嘛？当然是让你认清现实啊！你居然敢在我家打我，你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什么你家呀？啊，你都已经被拆穿了，你还敢装？看来是打你打的还不够啊！啊！你不卖了还敢装千金？哼，这就是下场。这种人就得好好教训教训。哼，我看你还敢不敢在我面前装豪门千金了？薛思琪，今天的事情我记住了。呀，你还嘴硬呢？我手都打疼了，你竟然还不服啊！思琪，您先歇着，我们替你出气。大家都听好了，今天谁打他一耳光，我给谁加薪1000。赵强，你敢？我爸可是华光集团的董事长，你那栋楼还是租的我们家的，要是让他知道了，他会把你们全部都扫地出门的。到现在了，你还在装啊？你赶紧让你爸把我们都扫地出门呢！打他一巴掌，加薪1000，我说到做到。谁先来？我先来，我来。宗千宁啊，你一个出去卖的，还在这儿装千金，而且还绿了我这么久，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啊！赵总，您看这个贱人，我们也教训过了，那这加薪的事儿，思琪，我刚才做的，你还满不满意？赵总，做得好，等我干妈到了，我一定帮你引荐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宣布，
所有人加薪1000，回到公司晋升1级。宗千宁，你不是说打电话叫你爸把我们的扫地出门吗？你倒是打呀，怎么不打了？就是，你不是说你父亲是华光集团的董事长吗？那你现在打电话让我们扫地出门啊？好。既然你们迫不及待的要找死，我就成全你们。喂，爸，我被公司的人欺负了，你把他们的那栋楼收回来，我不想再看到他们。哟，宗千宁，你竟然还在装，看来是刚刚的教训的还不够啊！我不想看见他们了。宗千宁，你不想看见谁呀？明明是我们不想看见你才对。就是，你一个出去卖的，说你爸是大人物，谁信呢？来呀，让你爸把我们扫地出门了。喂，谁呀？你就是叫赵强的对吧？你公司的那块地我不租给你了，你现在立刻给我收拾东西，滚蛋！什么？让我们滚蛋？喂，什么？让我们滚蛋？喂，什么情况？居然真的解约了？难道宗千宁说的是真的？他父亲真的是华光集团的董事长？完了！刚才我还打了他巴掌，不会找我算账吧？那个千宁，之前的事都是赵总让我们干的，你算账可别找我们啊！你放心，今天你们对我做的所作所为，我一清二楚，我一定会偿还的。思琪，现在怎么办？我可都是为了给你出气啊，你不能坐视不管啊！赵总，你们真的不会被他给骗了吧？你们仔细想一想，他爸要真的是华光集团的董事长，他怎么可能沦落到出去卖的境地呢？可我公司的办公楼怎么会突然被解约？这总不能是巧合吧？所以真相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刚才给赵总打电话的人是宗千宁的嫖客。你什么？对，肯定是嫖客。他宗千宁除了靠身子，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帮上这种级别的大人物？刚才打电话还一口一个爸爸，感情不是亲爸爸，是干爸爸呀！真是不知廉耻！你们这么污蔑我，就不怕我找你们算账吗？算账？确实该好好算算了。你害得我们所有人都被扫地出门，这笔账现在来算算吧。薛思琪，你们干嘛？你不是很能耐吗？你不是会叫爸爸吗？来呀，再叫一个试试！薛思琪，这个事情要是被我爸知道了，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我后悔？我干妈可是数1数2的，而你呢，只是一个玩物而已。你猜一猜，你的爸爸会不会为了你来得罪我的干妈呀？啊？就是啊，哼，你不过是一个有钱人的玩物而已，还骄傲起来了。宗千娘，我以前咋没发现你这么贱呢？他害我们被扫地出门，可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他。对，记住人家得好好收拾收拾，不然不知道他暗地里又耍什么花招。千宁啊，干什么？你就是靠着这张脸去诱惑男人的吧？啊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你！哼，你做梦！今天呢，我非得把你这张脸给划烂！我以后啊，看看你这个好爸爸还会不会要你啊！我的脸，薛思琪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
我的脸，沈思琪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不放过我？宋千宁，你不会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吧？啊！给我打！思琪，差不多行了吧？再打下去会不会出事啊？对，万一闹出人命，我们也不好收场啊。怕什么？不过就是一个贱人而已。都住手！都小声一点，我干妈的电话。喂，干妈。思琪，真不好意思啊，我公司有事耽误了一会儿，马上就到医生医院了。妈。思琪，我刚才好像听到你那里有什么声音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啊，没事儿，干妈。我们公司有一个员工，他不知廉耻，不仅出去卖，而且他还让他的姘头把我们公司租的地给回收了。我们现在正在教训他呢。什么？你们公司还有这种人？我这辈子最讨厌破坏别人家庭的人。思琪，你尽管放手打，打出事儿我负责。都听到了吗？给我放开了打，打出了事儿啊，我干妈负责。住手！沈思琪，我已经确定了，你干妈就是我的亲生母亲，你这样做你会后悔的。宋倩妮啊，你竟然还敢说我干妈是你亲妈？我看你是没睡醒吧？对，思琪的干妈可是个大人物，你一个出去卖的，怎么会是她的女儿呢？思琪，他还不死心搁这儿装呢。照我看，不如把他的嘴撕烂，给他一个教训。不用那么麻烦，把他给我摁住了。沈思琪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妈一会儿就来了，你这么做会后悔的。还在胡言乱语啊！现在我就把你的嗓子给弄哑了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跟他说话呀！放开我！是谁敢在我干儿女儿的生日上闹事？我干妈到了，今天就暂时放过你们。思琪，没事吧？呀，干妈，您来啦？怎么样？那个贱人有没有伤到你啊？干妈，我没事儿。多亏了赵总，那个贱人啊，碰都没有碰到我一下。不过赵总公司租的那块地的合约也被那个贱人害得给解约了。是啊，赵总，你放心，既然你帮了思琪，那你公司的事包在我身上。改天再给你介绍一个大一点的项目。您说笑了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呀。你个贱人想干什么？给我老实点！他是谁？怎么被打成这样？啊，干妈，他呀，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出去卖的贱人。这种不知检点的女人，活该！对了，干妈，您是不知道，他之前还说呀，他爸是华光集团的董事长，还让他打电话把我们所有人都给扫地出门了。华光集团董事长？那不是我丈夫吗？什么？那是您丈夫啊？哦，对了，他刚才还说您是他的亲生母亲来着。他说的不会是真的吧？万一是真的，那我们岂不是……妈，你总算来了。那个贱人，居然敢勾引我老公！打得好，
像这种破坏别人家庭的女人，就该好好收拾。就是，你自己出去卖也就算了，现在还敢勾引思琪干妈的丈夫，他都可以当你爸爸了，怪不得之前一口一个爸爸的叫得那么亲热。什么？他们居然玩得这么花？是啊，干妈，您是不知道，您来之前啊，她给您的丈夫打电话叫的可亲热了呢，大家都能看到。是啊。这死活的东西，竟然给我戴绿帽子！我再不敢了，再不敢了，再不敢了！你说话呀！啊！先去了。妈，我是简宁，我是您的亲生女儿。哎，干妈，别跟这个贱人计较了，她呀就是一个出去卖的，要是因为她伤了您和您丈夫的感情，那就不知道啦。对呀，您丈夫肯定是被她给蒙蔽了。现在最关键的是叫您丈夫过来，让他看清楚这个女人的真实嘴脸。对，我先放过你一马。宗白，你敢背着我在外边包养情妇，你赶紧给我回来！干妈，你消消气，别因为这个气坏了身子。是啊，阿姨，您要注意身体。要是因为这个贱人气坏了身子，这个贱人还巴不得上位呢。是啊，都是男人，我再清楚不过了。您丈夫呀，只是被他给诱惑了，贪图一时的享受。等您跟您丈夫摊牌了，他肯定会回心转意的。你这个贱人，还敢在我面前指手画脚！我刚才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吗？妈，这个贱人啊，她就是出去卖的，就是不长记性。她指不定是在你面前炫耀呢。你能不能要点脸？出去卖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敢勾引阿姨的老公！就是，现在还在这儿在阿姨面前炫耀，太嚣张了！你还敢挑衅我？你勾引我老公，我这几巴掌先收收利息，等我老公来了，有你好看！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柳林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怎么背着你去养情妇了？呀，你还装起来了？宗白，看在我们多年的夫妻份上，我劝你最好给我老实承认，不然这事没完。你，哎呀，老婆啊，我这几天没有做对不住你的事吧？哎，我哪点要做的不好，你就直说，没必要用这种方式来敲打我吧？啊！我在你眼里就是这么无理取闹的人吗？哎呀，你朋友的小三就在这里，你还在给我狡辩？是啊，叔叔，男人爱玩我能理解，但是干妈已经发现了，你就承认了吧。你就是啊，叔叔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他就是个出去卖的，那没结过1000次也有800次了。您赶紧给阿姨道个歉，别因为这个女人耽误了你们的感情啊！打住！你们都认为她是我包养的情妇？你死到临头还在装啊！你要是看不清楚，你就给我过来，好好看，他是谁？让我看什么看？我说没有就没有，我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？啊？怎么，你不敢看了？心虚了？心虚？我心虚什么呀？我说没有就没有。哎呀，你这懒得给你掰扯，哼，看就看，我怕什么呀？爸，你终于要认出我了吗？老婆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，是你们搞错了。你们呐，不能因为一件不存在的事情就把人家姑娘打成这样。你看看你们，怎么回事？宗白居然不认识他？思琪，该不会是你弄错了吧？不可能，我绝对不会看错的。等等，我亲眼看见过叔叔跟那个贱人从同一个房间里出来。你什么时候见的？我告诉你，说谎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啊，叔叔，你别误会，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你和干妈之间的关系。干妈，我可能真的看错了，我没有看见过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。思琪，继续说，不用怕他，你看到什么尽管说，有干妈给你撑腰。
干妈，你不要这么生气嘛！叔叔也只是被那只狐狸精给蒙蔽了双眼，他其实还是很关心你的。哎呀，老婆，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绝对没有出轨。怎么办？你真是不见黄河不死心啊！你，思琪，不用给他留面子，说。那天在花园公寓，我亲眼看见叔叔跟那个女人从同一个房间里出来。怎么办？人证都在这里，你还有什么话来狡辩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那天我一直跟女儿在一起。哦，对了，老婆，女儿可以给我做证明的，我现在就给闺女打电话。不行，哎，女儿肯定是向着你的，这个电话我来打。行，你打。爸妈，我是千宁，我手机响了，你们认出我来了吗？女儿的手机怎么在她身上啊？难道这就是？好啊，你居然敢偷手机！干妈，他就是一个出去卖的，像这种贱人，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啊？这手机啊，肯定是他偷的。他的账我一会儿再算。怎么办？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？叔叔，男人犯你的错不算什么，你给干妈道个歉，这件事情不就过去了吗？道歉？哼，屁话！我道什么歉呐？你们随便拉个女人就说是我包养的情妇啊！你们有证据吗？有证据拿出来啊！怎么办？我跟俺女儿亲眼看到的，难道是还不够吗？那也是我跟女儿在一起收租的。哼，你难道相信你这个干女儿，就不相信咱们的亲闺女吗？叔叔，你就别嘴硬了。你和那个女人一起出的房间门，我都拍的有照片的。还有照片？总管，这回你没话说了吧？哎呀，什么照片？在哪儿拍的？就在花园公园2楼，我家也住在那里的。你想想啊，那天你和那个女人从出租屋里出来，还有一个男人给了她1500呢。啊！我们都是自己人了，老朋友了，能不便宜点呢？大哥，我们家也不容易，1500真的不能再少了。总管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你确定这个女孩就是你照片里的那个女孩？没错呀，而且那张照片我们整个公司的人都看见了。不可能！怎么，你没话说了？现在认出来，你心疼了？你给我闭嘴！照片在哪儿？快拿给我看！快拿给我看呐！总管，你凶什么凶？一个情妇让你心疼成这样，思琪，把照片拿出来给他看。你看，叔叔，我没有冤枉你吧？给。不可能！不会的，不会的！你确定照片里的女孩就是她？千真万确呀，她是我的同事，还是我的闺蜜呢？你同事，你闺蜜，你下得就如此的狠手！总管，你够了！到现在你还护着这个情妇，到现在你还不肯承认，还想骗我！我们离婚吧！你给我闭嘴！柳林，你口口声声所说的小三儿，你好好看看他到底是谁！小三就是小。千宁，干嘛？你怎么了？住嘴！千宁，千宁，千宁，你是千宁？千宁，谁把你折磨成这样啊？干嘛？叔叔，你们是不是被他给骗了呀？他就是一个出去卖的，一个臭站街的呀。她是我的亲生女儿，钟千宁。千宁。你们谁干的？谁把我女儿折磨成这样？说！我干了什么？我对自己的亲生女儿做了什么？怎么可能呢？宋千宁，她怎么可能是千金大小姐呢？如果是真的，我干妈怎么可能认不出来她呢？千宁，你
你醒醒，你醒醒啊！妈妈错了，妈妈真的知道错了，妈妈错了。千宁，赵总，原来千宁才是真正的千金大小姐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赵总，我们打的可都是你让打的。对呀，赵总，你赶紧想想办法呀！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现在全完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明明都已经拍到了呀！宋千宁，她就是一个出来卖的，怎么可能是千金大小姐呢？怎么可能啊？管家，管家！老爷，什么事啊？赶快去给我请最好的医生给大小姐看病。哎，老爷，这大小姐这不是好好的吗？睁大你的狗眼，看清楚，谁是大小姐？连主人都认不清了吗？夫人，你明明交代过的，让我好好照顾大小姐。那她不是大小姐，那她是谁呀？哦，真是瞎了你的狗眼！她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宗千年，华光集团的大小姐。至于她是个什么东西，完了，全完了！我们居然打了千宁，她真的是华光集团的千金大小姐，我们之前怎么没看出来啊？楚少，你都错过了什么啊？千宁那么喜欢你，你居然要和她分手？薛思琪，都是因为你这个贱人！对，要不是你，我们也不会得罪千宁。你把我们害惨了。干嘛？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啊！我真的不知道，千宁，她就是你的女儿啊！我一直以为她是冒充的。干嘛？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！医生，我女儿她怎么样了？夫人，大小姐气急攻心，其次她身上有一些外伤，再加上她的喉咙被玻璃划破了，我们这边做一下处理，估计一会儿就醒过来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啊。接下来该算算你们欺负我女儿的事儿了。这跟我们真没有关系，都是这个薛思琪的错。是啊，叔叔，都是我们被蒙蔽了双眼。要是早知道千金是您的闺女，我怎么可能会跟她分手啊？对，都是薛思琪到处散布谣言，说千宁是出去卖的，他还说自己是富家千金，要不然事情根本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。怎么能全部都怪在我的头上？楚商，当初明明是你自己跟千宁分的手，而且就是你打的最起劲，怎么现在却拖我身上来了？你别血口喷人啊！都是赵总，是赵总说的，谁打千宁一巴掌就给谁加薪的，我没在打的。楚生，你是他们污蔑了我的，你们要是不想打，我能按着你们手打。够了，事情的真相我已经知道了。薛思琪，你为什么要造谣污蔑千宁？要不是你造谣，千宁也不会被害成这样。干嘛？我真的以为他是冒充的呀！毕竟他打不开你的车，连别墅的大门他也打不开，甚至连管家都不认识他。我这也是为了您着想啊！干妈，你就原谅我吧，我可是你的干女儿啊！干女儿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认你当干女儿吗？不是因为我希望帮了您吗？好心的人多了，是因为我女儿说你是她最好的闺蜜。什么？是因为我女儿说整个公司你最照顾她。我女儿为了和你平等交往，专门隐瞒了自己的身份，可你都做了什么？你肆意的抹黑她，侮辱她，甚至害我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手，你的心好毒啊！我女儿千宁怎么有你这种毒如蛇蝎的闺蜜呀？李管家，我好好查一查，他们这些人背后做了多少伤害我女儿的事儿。是。
夫人，大小姐醒了。啊！千宁，千宁，你醒了。闺女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爸妈，你们终于认出我了。千宁，妈错了，妈错了。饭之前还打了你，我是真的没有认出来你呀。都怪妈，把你受了这么多的苦。千宁，爸也有错啊，爸不该让你低调啊。低调的基础就是随时能高调，否则的话就是窝囊了。那一天，爸也不该带你去收租啊，要不然你也不会受这么大的罪呀。千宁，你不要怪我们好不好？毕竟都是薛思琪，他把我们给蒙蔽了。对，我们都是被他给骗了。千宁，等你好了，我再给你加薪。只要你想要，我老总的位子我都可以让给你。对啊，千宁，我也是被薛思琪给骗的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保证以后绝对好好对你。楚商，别装了，我知道你根本不喜欢我，你只是喜欢我家的钱。我看我们也没有复合的必要了。那个，千宁，都怪我嫉妒心作祟，都怪我鬼迷心窍，我不该造你的谣，我不该说你出去卖了。千宁，咱们可是最好的闺蜜啊！我求求你，你就放过我吧，原谅我这一次吧。闺蜜？你根本就不配当我的闺蜜。我对你那么好，可你呢？你想毁了我，还差点害得我们家破人亡。夫人，这里薛思琪的资料已经调查清楚了，她真不是个人呐，你好好看看。不要公布我的资料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，千万不要公布我的资料！我求求你们了，不要公布我的资料，我求求你们了！辱人者，人恒辱之。还是让我来吧，让大家好好看看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1个月前出卖公司的内部资料，导致公司竞标失败。哇！我说公司上次竞标，对面公司每次出价都能比我们高一点。原来这些都是你干的！还有呢，半个月前散播同事的谣言，导致同事被男友分手。原来是你，薛思琪，你个贱人，我打死你！你表面上把千宁当作你的好闺蜜，但背地里却和千宁的男友搞在了一起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，这都不是真的。那这些照片怎么解释？好啊，楚少，原来你早就劈腿了。千宁，全都是这个贱人勾引我，不是我主动的呀！这些都不重要，让我没想到的是你污蔑千宁是出去卖的，但事实的真相是你才是出去卖的那个。大哥，来玩吗？这更快活。没想到思琪私底下是这种人，表面上光鲜亮丽的，那些名牌包包、奢侈品都是靠卖出来的。好你个贱人！原来我们全部都被你给骗了，你才是出去卖的那个，你才是情妇，破坏别人家庭的人。薛思琪，你被开除了，以后不用再来公司上班了，我姓张。不是的，你们全部都在诬陷我，这些资料全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！干嘛？你相信我，那些视频全都是假的。我那么的帮助你，我那么的好心，他们全部都是在故意诬陷我呀！
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啊！薛思琪，你会这么好心帮我吗？大小姐，这里边还有一段监控视频的资料，是有关夫人的。我1个月工资那个车标都买不起，你们这群有钱人凭什么开豪车？关掉！全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！待会儿我就要看看你们被扎了之后，还要感谢我的丑样子啊！谁这么没素质，打翻衣服的钉子？阿姨，你没事吧？原来那钉子是你放的，这一切都是你干的！我没有，我被扎大脚，我还以为你是好心帮我呢。干嘛？我真的，你逼我干嘛？我没有你这么恶毒的女儿，你用我的车侮辱我的亲女儿，拿我的别墅殴打我的亲女儿，把车钥匙拿过来！我干嘛？我改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拿来！我给你这些东西，是因为我疼爱自己的亲女儿。我以为你会帮她，不是给你伤害她的工具。拿来！你不配！阿姨，倩宁，对不起，我都是因为一时糊涂，被这个女人蒙蔽了双眼。啊，倩宁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吧？就看在我们曾经的情分上。你个狗东西，你算什么男人？你女朋友被人欺负，被人重伤，你不但不相信，不去帮忙，而且还助纣为虐。倩宁，我知道错了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你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啊！起来吧，倩宁，你原谅我了。你起来滚，滚得远远的，我不想看到你，我看到你我觉得恶心。倩宁，你没听到我女儿说的话吗？再不滚，我找人帮你滚！啊，好，我滚，只要你们开心，我现在就滚。青宁，我们可是最好的闺蜜啊！你帮我，想干嘛？求求情，饶过我这一次吧！我曾经也以为我们是最好的闺蜜，但是今天也请你给我滚得远远的。我今天所受的伤，会有治安为我讨回公道的，你就等着我起诉我。不是，千灵，你这么做，你会毁了我的呀！当你散播谣言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也是在毁了我？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吧！谁是薛思琪？我是。你被控诉个人伤害、散播谣言以及非法控制公民自由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拘戒。不要！仙娘，你看我们大家都是同事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对，我们之前在公司关系那么好，你不会这样对我们吧？你们想和好？对，只要你能原谅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我们一个公司的闹成那样，多不好呀！我不好过，你们也都别想好过。我举报这一次的事情，他们全部都有参与，他们全部都是帮凶。薛思琪，你有病吧你？明明是你自己作死，非要赖我们。既然都是同伙，那也一起带走。对了，还有一个人，也一起带走吧。倩宁，我可是你老板，你不能这么对我呀！是，你之前是我的老板，可是你已经把我开除了。今天你们对我做的一切，我说过要让你们付出代价，现在就是付出代价的时候了。一起带走吧。把他们带走！不要！倩宁，都怪妈不好，你得原谅妈妈。但凡妈能早点认出你，也不会害得你受了那么多的罪。千宁，爸也不对啊，爸不该让你低调啊！以后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爸都绝对支持你啊！妈，爸，我知道你们都是爱我的。再说，今天发生的事情，你们也不是故意的，你们也不想，我原谅你们了。千宁，
你能这么想，真是太好了。